当人类处于封锁状态时，大自然并没有自愈。在 COVID-19 封锁期间，随着我们的街道上空无一人，人们开始报告看到更多的动物，这些动物通常不敢踏入我们熙熙攘攘的城市的喧闹混乱。充满希望的自然正在治愈的叙事，伴随着一系列越来越荒谬的魔音和大量针对自然报道的变化的研究而出现。我能理解为什么我们想要相信这一点。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保护生物学家科尔伯顿告诉大众科学的劳伦莱福，动物对人类的反应变化很大，这让我们有点惊讶。相反，伯顿和同事利用目前在世界各地部署的数千个相机陷阱发现，虽然一些地方的哺乳动物活动有所增加，但其他地方的哺乳动物活动却有所减少。我们对大多数动物来说都是相当大的危险，它们有理由害怕我们，并且会竭尽全力避开我们。即使他们依赖我们提供资源，但现在地球上有80亿人，避开我们已经变得很困难。因此，研究人员使用来自21个主要欧洲和北美国家的102个地点，其中包括5400个相机陷阱的数据，比较了大流行之前和期间超过30万个摄像机日的哺乳动物活动。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发现在人类改造的栖息地中，动物活动实际上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加而增加，大约增加了25%。研究人员在论文中推测，这种活动更多的在夜间进行，这表明在这些发达环境中生存的动物可能会受到人类资源补贴的吸引，但仍然寻求通过划分时间来尽量减少与人类接触的方法。例如，温哥华附近的一个城市公园在封锁后重新开放后，黑尾鹿 Odoquilus hemianus 的数量变得更加丰富。伯顿告诉 Z Science 的米哈伊·安德烈 Mihai Andrei， 这一违反直觉的结果可能是因为当人们在封锁期间缺席时，美洲狮鹿的主要捕食者就会增加，但在公园重新开放后，他们对公园的使用就会减少。研究小组确实发现，当我们的活动减少时，食肉动物的存在就会增加。2021年iNaturalist 公民科学数据还显示，2020年封锁期间，城市地区美洲狮的目击事件有所增加。事实证明，食肉动物对人类活动的变化最为敏感。当我们的活动增加时，捕食者就会撤离，并变得更加夜间活动。研究人员写道，这促使人们继续重视食肉动物的行为和管理，将其视为人类与野生动物共存的一个关键挑战。考虑到许多食肉动物的受威胁状况，人类与食肉动物遭遇的负面结果的风险，以及人类与野生动物共存的生态重要性，食肉动物是相互作用强烈的物种。总体而言，伯顿和团队发现大流行期间，哺乳动物活动没有发生全球系统性变化。他们的研究表明，调节我们在城市地区夜间和欠发达地区的活动水平可能会有所帮助，这将为物种提供进行必要相互作用，例如捕食的空间，从而有助于保持生态系统的运转。不幸的是，野生地区面临着来自大众户外休闲、旅游、非法狩猎和资源开采的越来越大的压力。正如研究人员之前所说，对我们家周围野生动物的观察增加，可能主要是因为人们有时间注意到它们。我们与野生动物的共存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在第6次大规模灭绝事件期间，我们可以通过学习如何分享我们日益拥挤的星球，从持续的流行病挑战中挽救一些好处。毕竟，我们自己的福祉也与他们的福祉息息相关。这项研究发表在《自然生态学与进化》杂志上。谢谢大家，谢谢。我们下期再见啦。